你是否曾好奇，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究竟如何编织着我们的命运与实相？你是否曾困惑，为何有人一生无忧，有人却屡遭坎坷？这并非偶然，亦非宿命，其根源深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决定性叫心性，性决定命叫性命，命决定运叫命运，运决定气叫运气，气决定色叫气色，色决定相叫相貌。我们讲长寿，有这么4种人长寿。第1种，没心没肺的人长寿；第2种，稀里糊涂的人长寿；第3种，平静的人长寿；第4种，觉悟者长寿。那么到底病是怎么来的？有些人整天担心、着急、牵挂、盼望，各种心情都很多，这样的人就符合一个患者的患字，心老往上窜，今天担心孩子，明天跟这个人着急，跟那个人生气，跟那个担心，跟那个害怕，这就得了。您准备做患者吧，心平静才能长寿。那什么叫有智慧呢？你可以把智慧的慧字写出来。你看，智慧的慧字是下面一个心灵的心，上面加个条轴，反向清扫，将获得生活事业的双丰收。但是谁能清扫自己的心灵？人这一生总是在找别人的毛病，有几个人在找自己的毛病？总是擦玻璃，在找对方的毛病。你看你那么脏，请你反过来看一看自己。我这头原来也很脏，但是能反观自照者太少了。人的病是由心生的，命也是由心生的。所有的宗教，不管什么教，都是讲命由自己的心生出来，病也是由心而生。只要我们能将心灵的垃圾清扫干净，病和命运就能扭转，不然所有这些宗教不可能诞生并发展到今天。要是不能变命的话，那还发展它干嘛？还要它干嘛？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提示人们有缺点错误，要不然你不可能发生疾病。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句话告诉人们，身体是心灵的镜子，能认识这一点的人很少。另外第2点他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首先，能看到自己尘埃的人就寥寥无几，何况时时勤拂拭呢？能服侍的人就更少了。原来一切的根本都在于心和性，而这个性字又是竖心旁的心字边加一个生命的生，心生的。但是现在人糊涂了，不知道心能生一切，心能灭一切，从哪儿生就应该从哪儿灭。用什么方法来修呢？首先是右见，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右起。右起正见，右起正见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过去的心灵反向清扫。那么第3个叫反观自照，第4个叫修改人生观。原来不改变人生观是不可能觉悟的，不清扫自己的心灵垃圾，不可能驱除疾病，不可能转变命运。咱们这个方法又是参悟的参，叫参禅，叫参悟。参悟这个参字上面
一个自私的私右面，中间是个大，下面是个删改的改，三撇三道。记住一个概念，只要有过的心情都叫私心，因为没有私字就没有情，没有心情就是无心，无心就是佛教讲的空。没有心了，现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没心没肺的人长寿，稀里糊涂的人命好，越认真的人为什么命越惨。谁认真谁倒霉。当然此认真之执着，非指寻分尽责之认真。在这个世界里，本来人生是一场戏，活的是糊涂不执着，活的不是认真执着。为什么很多人特别的认真？对孩子认真，孩子伤你；孩子不顺，对工作认真，工作伤你；工作不顺，对爱情认真，爱情伤你一辈子。你对什么认真，什么就伤你。我们练的是不能认真。淡，看淡的淡字恰恰是3点水浇2个火，炎症的炎，只有看淡了才能消炎。咱们这个方法还是一个谈话的谈字，要想把病驱除，用2个火字加1个言字边把它弹出来。谈和淡都是咱们的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忏悔，也是咱们的方法。忏悔2字左面都是竖心，右面一个谦一个美。过去古人讲，如果人参悟1天，忏悔1天，就做1天的圣人；参悟10天，忏悔10天，就做10天的圣人；参悟1年，忏悔1年，就做1年的圣人。假如这一生我们时时勤拂拭，就一定可以登上光明的彼岸。原来处处都在点化人们怎么驱除疾病，改变命运，是由心来改变。而现代的人明明活的是心灵，偏偏不修个心灵，以为肌肉就是健康，这是大错特错。既然人活的是心情，干嘛不让自己的心情直接安详快乐呢？心情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这些方法教给你以后，咱们就能找到一一对应的规律，然后对应每一个规律开始找自己的毛病，找到一项就可使疾病缓解一项。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阳明心学中有这样的观点：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心生万物，一切物质皆为相。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心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心若光明，则无需言语表达，其光芒自然会照亮周围；而心若阴暗，则会自然产生辩解。此外，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这句话则道出了人性本善的本质，以及善恶产生的原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句话告诉我们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投射。一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会是美好的；而一个内心阴暗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会是暗淡无光的。我们的心态和心境决定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和解读。如果我们能够培养一颗光明的心，那么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够积极面对。从
从中发现美好和机遇。心生万物，一切物质皆为相。这句话则强调了心的创造力。我们的内心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去思考和行动时，我们就能够创造出积极的结果。相反，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负面情绪和消极思想，那么我们所创造的结果也会是负面的。因此，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努力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心若光明不虚言，心若阴暗自会变。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内心的光明。一个内心光明的人，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来证明自己，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已经足以表达他们的善良和正直。而当内心阴暗时，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和辩解。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自我反省和修养来保持内心的光明，避免陷入阴暗的思维方式。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这句话表明了人性本善的观点。每个人的内心本质上都是善良的，但在具体的行为和选择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善恶之分。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善良品德，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让善良的意念在行动中得到体现。佛性人人具足，个个圆满。他听你的。到底什么是佛？不是雕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处不在，就是真理。没有大小，没有相，只不过科学叫规律，叫真理。信佛的叫佛，信道的叫道，信主的教主，用不同的名词而已。我叫它自然力。自然力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具有思维性，是无上的智慧；二、具有真理性，是真理的设计者；三、具有公平性，让整个世界处于公平中；四、自然力有倾向性，谁觉悟，谁得后，谁自然，谁平静，就向谁倾斜。实际上人生一场戏，可别真的进去，谁进去谁倒霉。回头一看，20年前跟人争一场有什么用呀？5年前当个班干部有什么用呀？回头才看明白。所以回头是岸。我们今天为何不站在未来回想今天就反观自照多好呢？今天我们站在80多岁的立场反观人生，不就明白了吗？5、自然力有不可违背性，谁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6、自然力有爱性，特别是对善良的人，能使你逢凶化吉。7、自然力平衡有滞后性，且随着时间有增长性。记住，越往后平衡，灾难越大；越往前平衡，灾难越小。你越想躲不想受，只能越躲越多。很多人算命解灾，不知道命越算越薄，越躲灾以后，灾难越大。8、自然力有对人们的考验性。记住，一般招灾前肯定有一个闹心或不顺的心情，往往都伴随着一次吵
架，然后灾难发生了。也就是说，拿一个小事来考验你，要不过关，大的灾难就出来；要过关了，灾难就能避免。如果为祸不反省，祸不单行，如果在灾难面前反观自照，灾难自会化解。9. 自然力有提示性，提示的时候应赶紧找自己的毛病，这就是提醒你别再较劲，不然疾病和挫折继续惩罚你。疾病和灾难本无分别，在身体上表现的是疾病，在命运上表现的是灾难、挫折。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既能治疗疾病，又能改变命运。10. 自然力有很残酷的一面，自然力没有老者相、年轻相、幼儿相，你是哪个心就让你受哪个心的惩罚，关键在于明心见性，找到自己根本的心性。不明白自己什么心，怎么能见性呢？一定要明白我是谁，我犯什么错误了。不管什么疾病都有因果，所有的因来源于心，心就是内因。像医疗是外因治疗法，我们这个是内因治疗法，从根本上治疗，釜底抽薪。既然用心佛都能修成，难道还治不了病吗？什么都可以治疗得干净彻底，爱恨不两边才叫中庸之道。过去还批中庸之道，不知道中庸之道是天道。你看社会上的人是不是说话往中间说的命好？爱说极端话的人有命好的吗？谁中庸谁得道，化解事业，命运的灾难也是这样。人家为什么骗我？原来我爱撒谎。为什么有人打我骂我？因为我骂过别人。为什么爱人有第三者？因为我怨恨别人生活作风不好，反傻招傻。一一对应。古语有云，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大意是说，我们所能够觉知到的一切，皆是由心幻化而来，即便是外在的环境，也会随着心之变化而变化。你是什么人，身边往往就会聚集什么人。这其实正是相由心生所诠释的内涵之一。又如我们心情好的时候，身边的一切似乎也会跟着好起来。反之，若是心情不好，其身边的一切也似乎暗淡了许多。这其实亦是境随心转的一种体现。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心生万物。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取决于视野所处的高度，更在于心海那川的宽度。用眼看世界，难免一叶障目；用心观世界，万物尽收于眼底。而用一颗优等的心去触摸世界，一人一物，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皆明朗历历。能将世界收藏于心的人，必然拥有一颗优等的心灵，不纷扰，不喧哗，却在衣不惊世，语不夺人的不张扬中，彰显着一种人格的明媚与高贵。人体就是程序，人体是个计算机。首先记住，在现代科学，咱们叫人体是个计算机。用佛学原理讲，是人人具足，个个圆满，人人是具足的佛。如果你要认为我就是干活的命，
又伺候老的，又伺候小的。好，你不是这样说吗？越说越灵。你天天输程序，输一遍还好修改，输它10000遍，那你这一生不就麻烦了？记住，自然力听你的。如果你要认为病没法治了，记住，真的就没法治了。很多癌症患者为什么不能治？因为他接受了这样的程序。完了，治不了了，我要死了。人是万物之灵，你的心最灵啊。人有这么大的灵性，你不知道，盲目的发牢骚，那你的命能好吗？不可能好。有的人说，我命不好啊，我这辈子倒血霉了。好，越说越灵，让你倒个够。实际上，人人都有一个具足的佛性，他只听我们自己的，这个很灵。如果说，哎呀，这是肯定不行，越说就越不行。你可别说好心不得好报，千万别说身边没好人。所以我们要输好程序。我常常给自己输良心的程序，丢钱了要来财运了，着凉了越动越健康。一般人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不是这个程序，我是右眼跳贵人，都是跳好东西。输入好程序一定要平静，不能生盼望心，也不能生担心。因为盼什么什么不来，怕什么什么来。记住，自然力有一个平衡原理，因为盼望的盼右面是一个分离的分字。咱们老祖宗很伟大，每个文字都孕育很深的哲理。你越盼望的孩子越指望不上，越疼爱的孩子身体越弱。一看这家孩子身体弱，保证是特别心疼、特别盼望的孩子。过去人知道，越不在意的孩子越顺，越在意的孩子越不顺，爱子如杀子。但现在很多人学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爱？不是，心情要平和，不能生执着的爱心。爱什么就被什么所伤，不能执着于爱，只世俗之爱，非广大无私之博爱，也不能动恨心，爱恨不两边才叫中庸之道。记住，平静才是最大的爱。如果你要帮助孩子，帮助父母，需要用平静心，不能动牵挂心。爱就有牵挂，牵挂的牵字上面是个大字，下面是个劳。对方闹心，越对他好，对方越像坐大牢一样闹心。爱不是正向作用，很多家长不爱自己的孩子，内心对孩子比较冷落，但孩子特别有出息。这样的情况很多。记住，你爱谁，谁倒霉，爱的深能把他杀了。如果你要是走后门，让孩子当个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孩子再一亢奋，今后能把当局长的福报给消耗干净。让孩子就是个孩子，平静才能长远。静以致远，得病的原理。人生每一个心情都是一个心灵的暗香。佛教称这个暗香为第80阿赖耶识，我们科学叫心灵的暗香。当我们不断发生心情的时候，我们暗香中的垃圾就逐渐堆积上升，堆积到一定程度，一大半的时候就得病了。
当堆积满的时候，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这个暗箱要是少到一定程度呢，那就是超功能状态。这个暗箱是空的状态呢，我们这一生就是觉悟者，就能成佛，可以断灭生死，这才是真正的长寿。有的人害怕过多，结果能怕出精神病；有的人气恨过多，招的是横灾。你不是爱生气吗？好，先让父母跟你较劲，父母整不过你，安排爱人跟你较劲，也较不过你怎么办？安排孩子甚至公检法，总要给你教导了，不能让你的气白生。如果你一生是爱生气得的病，比如肝脏不好，就应该多参我不应该爱生气。不仅仅是肝脏，全身都会缓解。我们深深的忏悔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生气少了，今后遇到生气的事就少了，同时别人气你也少了，你身体的污浊之气减少了，身体缓解，命运也会发生改变。自我认识是觉悟能力，谁能越多地找出自己的毛病，谁的觉悟能力越强。你找别人的毛病多，说明你迷痴的能力强。修道人不见他人非，只见自己过。但是我们现在这一生活得很惨，天天找人家的毛病，有事就怨别人，从来不怨自己，天天跟别人争，不知道好争的人争来争去一场空。越随和谦让的人，自己的空间越大，命运越好。所以老子说，圣人不敢为也。什么叫不敢为？一般的心情不敢生，不敢生气，不敢害怕，不敢不好意思世人察察。我独闷闷，门字里加个心字，就是把心里的大门关上，不能动心情。俗人是敢为也，我们枉费心机，枉费心情，以为心情随便用，不知道心情是人生真正的能量。心情消耗完毕，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所以人的生命实际上也是心情消耗的寿命。心情有几个特点：第一，没有质量；第二，心情超时空；第三，心情超光速；第四，心情是完全定向的，想到哪里就到达哪里；第五，心情具有残留性，所有的心情都会有残留，残留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达到质变。第六，心情是一种永恒的能量。第七，心情是真正的物质，是人类的全部支撑。第八，心情是可以清扫的，失去的心情可以重新拿回来，心情是可以修改的，这就是反参。心情是可以转化物质的，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癌症，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灾难。心情可以利万物化万物，心情能滋养我们。心情病了，身体才会病，身体是心灵的显示器。到底命运是怎么回事？人有没有轮回生死？我相信有，但是一切命运随心而转，命是由心生的。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反参，改变命运，同时治疗疾病，一举两得。
修心的人就是变命的人，很多高级领导都是修心的人，他能忍，反餐就是清除垃圾，时间倒流，收回失去的能量，平静就是时间静止，不染万物，能量不外泄。真理往往在俗人认为的相反之处，常人好争，圣人不敢为也，随和谦让。常人追求美好的东西，美味的食品，爱情不知道美好伤人，好吃的东西吃过多了，以后就再也不能吃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面是假的，心灵是真的。真理讲的是心，不能离心找身外的原因。有不染之心，才能有不染之身，让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佛门的超拔是让你在佛前生出忏悔之心，彻底反省自己，重新做人，这样才会有效。而现在的人多是像做生意那样，花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佛门处理，丝毫不求反省。什么叫更改程序改变命运？就是把所有的挫折、打击、不顺、不如意、灾难、疾病都变作好事理解，这样变命的速度相当快，且能治疗大量疾病。把小人想成佛、菩萨、贵人、父母，过去生怨恨过别人，冤冤相报，错过了一次考试机会，这次冤家聚会，自然力要重新考你一次，就是让你反省。越恨挫折越大，就看你在挫折面前是否平静，越平静灾难越小。如果你在挫折面前怨天尤人，挫折只能越来越大。挫折是有灵性的，它最怕平静，最喜欢较劲，越较劲，挫折就翻着翻地往上滚。你要害怕挫折，它就更加疯狂。会修心的人面对灾难时，太好了，又一件好事，让人骂就是把未来的灾难解了。一般人，我怎么那么倒霉？吃亏一定得福，只不过滞后给你。佛门讲，吃苦是了苦，享福是消福。过去出家人化缘不是为了要钱，遇到人家骂他，他欣然接受；遇到人家恭敬供养，也平静对待，心如如不动。现在的人想方设法躲灾，避开讨厌的东西，这就不是一颗随缘的心。我们这样更改程序，是为了扭转灾难，将过去失去的福报还给自己。不信你可以试一试，灾难既能平衡过去，也能平衡未来，对未来的程序也能更改。当你将要求人办事，还没见面以前怎么念啊？他是贵人，是好人，是观世音菩萨，这默念他的善性就真的出来了。你要真把善性发射出来，对方也会报以善性。但常人是相反的，提前想这人肯定会坑我、害我、逆我、损我麻烦了。平衡过去就是对过去的总结，但有些人的灾难不是平衡过去的，而是平衡未来的，考验你的心性，考验你觉悟能力和承受力的。你承受的有多大，给你的福报就有多大。
给你福报之前，一定有灾难的化身。灾难是福报和功德的化身，正面是灾难，反面是福报。本是同根生，是完整的一对儿。有些人怨了，越怨灾难越多，每次来都是灾难这一面。有些人受不了好，命就不好了；有些人受不了坏，命也不好了。受好受坏都要受，自然力安排的永远是好事。要真正做一个顺其自然的人，常常给自己输入良性程序，勿输恶性程序，但对未来不要输入欲望的程序。有人天天说我要当100万富翁，那怎么行啊？一定要以平静心、良好的祝愿及恭心。人生有那么多灾难，你愿意早受呢，还是晚受？我选择早受，趁年轻体力不错，多承受一点灾难未尝不可。小的时候承受点灾难，比大了再受强多了，何乐而不为呢？早来的不是灾难，晚来的才是灾难。早来的不是福报，晚来的才是福报，才是真福。大器晚成，如果年轻的时候发达，只能说明前世福报大；年老有福，才能说明你修心的功夫很高。但福报来时，千万不要乐。有灾难时，一定要做到以下4种心理：1. 要生欢喜心、感谢心； 2. 要找到因果，找平衡； 3. 保持平静的心态，静观其则变； 4. 顺其自然，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谁降服灾难的能力大，谁的福就大。天黑到极处，就要到黎明。人到灾难之极，就要转运了。为什么命越算越惨呢？因为常人一算到他未来好就乐了，一乐就消福，算他有灾就惴惴不安，灾就增加。从事杀生业、屠宰业的人造业重，死后解剖往往心脏都有淤血，常人没有。算命的道破天机，造业也比较大，一般命运也不好。当然以算命为手段劝人止恶修善者除外，所以佛反对算命，既来之则安之，怎么都好。事情越乱越要平静，洞中炼尽才是真静。别人打你骂你能平静，或别人放录音机很吵，你能打坐入静才是真静。面对生死也要平静，真正出家人面对生死没有眼泪。老子讲出生入死，人一生下来就进入死道了，从这个门进来，不久就要从那个门出去。老年人有体会，原来人生这么短，几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小时候没脸没皮的孩子长大了出息了？老师不明白原因，他心大呀。老师批评没感觉，心里平静，心胸宽阔，能没出息吗？有的学生让老师说2句，脸一红，眼泪下来了。这孩子心眼儿小。为什么社会上男的当领导的多？因为男的心胸确实平均比女的大一点，女人虚荣心重，爱玩虚伪，活得比较累，要拿人不当人。
那当什么？一要把人当佛，二把人当作是自己的镜子，别人有什么缺点拿来反省自己，同时看人人都是我的化身，众生皆我相。有个学员学得比较好，别人不守信用，答应他的事，结果没办，他一下子反省了，原来我也总说完了不办呢。三把每个人都当作自然力的安排，千万别把人当魔。如果你把最难容忍的人当好人，那么你的佛性就出来了。佛就是把魔当成佛修来的。我也受过人的点化和指引。我问一个老先生，什么是有福报的人？老先生说，什么叫幸福？幸福的福字就是一件衣服，一口甜，告诉你够吃够穿就得知足常乐。幸福是感觉，不是物质。有些人通过买衣服、考学、结婚、生孩子、要房子、买车换来幸福，那个幸福换来的特别短暂，而那短暂的幸福又化成亢奋，接着换来悲伤，何苦啊？而我直接拥抱幸福，时时刻刻微笑，拥有这颗安详的心，这样我就是一个永恒幸福的人。何必要用物质来达到自己幸福的心态呢？有的人拥有什么都不幸福，百万富翁有自杀的，为什么？内心不幸福。心灵是根本，外表什么都不代表，内心才是万物之根。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有的老人拆散孩子的对象，按自己的意志找，结果找着了，自己又不跟其过，是孩子跟其过，孩子难受，你不知道啊。要做到理解别人，各有所爱。除了意业心业，还有口业，不能乱说话。过去讲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一般贵人说话慢悠悠的，而且不轻易表态。我们要对一切都生广大的爱心，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爱众生。有的人特别爱摔东西，命就不会好，因为万物都有灵性，摔东西也是逆天之道，自然力会给你记账。有的人信佛信得很苦，记住，目标越大，灾难越大。我们做一切事情可不要贪心太大，要身体力行。有的人发的愿心很大，发愿后挫折马上接踵而来，考验你，要为自己所发的誓言负责任，否则自然力会惩罚你，给你带来魔。要想拔出大树，必须有相当的力量，克服相当的阻力，才能实现目标。如果你只拔一棵小草，那克服的阻力就很小。把自己的心管好，要安住自己的心。过去古人为什么一点化即能觉悟？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灵垃圾，一直修得很好，一念都不敢妄动，就差这么一点了。现在你再明白也成不了，那么多业力，那么多心灵垃圾，怎么能见性？怎么能修成呢？咱们要经常清理心灵垃圾，清理到一定程度，不仅所有的疾病能消退，而且会给你带来很多潜能，是自主的功能。
能自渡也能救人的功能，不是魔态的功能。你们会不会羡慕那些认知高的人？以前我觉得这群人挺厉害的，哇，分享起知识来头头是道，就觉得人家闪闪发光，非常专业和智慧。后来我直接推翻了这个思想，对这群人祛魅了。因为随着经历阅历越发丰富，我发现这里面的水忒深了。深在首先，我们对于高认知的定义大多都是宏观的，非常的不具体。比如什么是高认知？很多人的理解是看别人表面多光鲜亮丽，看别人能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看别人会不会到高深莫测的词汇，然后就简单的概括为这些人牛，有高认知，有智慧。我之所以推翻，是因为我发现除了真正认知高的人，还有相当一大群人是假认知高。我先分享一下个人观点，我理解的认知高是，他不一定知识渊博，不一定学历很高，也不一定会讲大道理，不会鼓吹自己有多厉害，逢人展示自己的能耐。真正认知高的人反而是不觉得自己认知高的，他们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了解。他们做事会考虑后果，考虑彼此的利益。真正认知高的人更多的是做那个统揽全局的观察者，他们能非常敏锐地觉察到身边人的喜怒哀乐，并通过他人的言行举止看穿对方的底层逻辑人品，快速地识别出对方是不是和自己同频，然后看到别人的缺点和负能量，不说教，不贬低，不代入，更不会要求别人改变，而是看破不说破，做最糊涂的明白人。遇到认知不共鸣的，礼貌走开；遇到同频的，他们能以抛人兵话不多的面相侃侃而谈，非常的投入。他们知道认知高只能说明觉知道的本质比一般人透一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真正了不起的是一个人是否能把知道的道理真正的落实到位。他们是先行动，然后在反馈中检验这些认知是否合道可行，可行就坚守保持这些好品质，不可行损人不利己的认知直接砍掉。而这些习惯对真正认知高的人来说，就如同吃饭一样自然，从不觉得自己就因此高高在上，所以他们反而是谦逊且低调的，尊重和接纳每一个人的因果和属性。而假高认知的人做事情经常不考虑后果，更多时候是被欲望驱使和控制的。比如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周处除三害》，里面的那个邪教组织头目就是假高认知，表面看起来他在做拯救受伤的人的心灵的事，其实是在谋财害命，被内在那个邪思妄念，被贪欲给彻底奴役了。看到这，我彻底理解了道貌岸然这4个字。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是打着高大上振奋人心的高能量词汇，
打着感恩、慈悲、付出和爱的旗号，却行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去绑架驯化别人的思想，来给自己的贪婪买单。这件事告诉我，真的要擦亮眼睛去看世界，不管是我说的，还是你特别信任的人，或是德高望重的人说的，请都不要盲目跟从，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相信自己的直觉，有自己的判断，做那个人间清醒，不要因为任何人说的话而乱了自己的阵脚。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角永远是你自己。要说非要崇拜一个人，那就崇拜你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男女主人吧。请小心那些吸你能量的人，保护好自己的神魂，刻不容缓。你们知道吗？越是到最后，我们拼的不是谁的钱权最多最大，而是拼的是一个人的能量，发心动机是否足够纯正，内在那团浩然正气是否足够稳健。为什么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因为菩萨知道因没对，果就永远对不了。就像邪教组织头目，钱和名是盆满钵满了，但无福消受，被另一个恶人杀害，自食恶果。当你一门心思地说我想赚钱，我很想要赚大钱的时候，请小心这个思想，去分辨这个念是自己的私人贪念，还是真的想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在我看来，真正宝贵的是一个人在历经沧桑，看过这世间的险恶过后，磨砺出足够的实力抵抗风险的同时，依旧选择看见美好，保持一颗赤诚纯粹的善心，就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能解决事。我想说，纵使咱再清脆，再正直，心态好，一天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遇到那些让你消耗的人或事，请一定不要恋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你消耗自己，还是别人消耗你，都是对你的神魂，也就是精气神和灵魂的一种重创。要知道，这些家伙才是你生命力得以长存，并且能生产创造出各种好结果，积累福报的原生父母啊！如果你把这么珍贵的资源用来悲伤春秋，用来纠结别人的错误，用来改变别人，用来拉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宝贝，这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会不会觉得就这样过一辈子有点不得劲呀？我个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勇敢地捍卫和保护好自己的神魂能源。请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排前头的位置，只有这样，在别人对你倾倒负能量，不考虑你感受，把你当工具，试图用打压、指责、威胁或道德绑架等方式对你时，你能清晰地看见这是对方的恶业，并知道比起对别人的谎言，情绪耿耿于怀，或用别人的错误来鞭打自己，你更看重的是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守护好自己的精气神、灵魂的安定和健康。
你内核足够稳，你知道这事与你无关，你能马上收回放在别人那里的能量，然后不怕失去，大胆狠厉地切断纠缠，转身就投入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让心欢喜的事上。当你养成这样的好习惯，那不管是处理人际关系，还是做事业挣钱，给客户提供优质价值，取得成就，过品质生活，都不过是顺带的事。因种对了，好果自然来。修行一切，心静到底。霸王别姬里有句话，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真正活得通透而厉害的人，一定是知道人生这段过程就是用来修行，用来体验的。既然如此，那就让自己保持内心的安静，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平静。到最后，无论遇到怎样的麻烦和困扰，都要让自己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去面对，去处理。而且就算是遇到再多的烦恼，以及再大的压力，也要让自己学会靠自己独立起来。当你足够成熟和独立的时候，你一定是更稳重，表现出来也是更心定。心静的，这样的你也一定会赢得越来越多人对自己的喜欢，对自己的认可。毕竟你已经通过漫长的修炼，心静的修为，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皆有缘。与人相处，你把对方当成是菩萨，他就是菩萨；你把对方当作是魔鬼，他就是魔鬼。简单点说，这和照镜子是一样的，你面带笑容地对着镜子，你看到的就是那个阳光的你，你愁眉苦脸地对着镜子，你看到的自然也是那个阴霾的你。朋友之间也是这样的，你对他尊重有加，他也会对你彬彬有礼；你对他恶言相向，他也会对你心存芥蒂。所以对待朋友要真诚对待亲人，要感恩对待爱人，要包容对待敌人，要原谅你对任何人的友好，他都是可以感受到的，自然也会这样对你。你生命的境界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你宽广的胸怀将决定你人生的格局，你待人的态度将决定你人生的成败。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如何对待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你的善良会在你的脸上显现出来。善良的人运气永远都不会差。积累福报的11种方法：一、日常生活中收到米了，要给爸妈买东西，东西不贵贱，但分诚意，因为父母是最伟大的福田。你对父母的态度，就是财富对你的态度。一个人如果对父母孝顺，这个人不会过得太差。我们可以观察周围事业很好的人，他们一定对父母是孝顺的。而日行五善，比如随手捡垃圾，给老人或孕妇让座，倒了的共享单车随手扶起来，喂流浪小动物，甚至是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尽快确认收货，让老板早点收到钱等等。只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随手做的小事情，
都尽量去做。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老人、孕妇、社工、网店老板都是莫大的帮助。原了凡55岁才有的孩子，当初有人算准他一生无子嗣，经云谷禅师指点，日行一善，结果改了命运。不是我们知道了听听，而是亲力亲为。3，把工作当作修行道场，好好工作也是给自己积累福报的一种方式。工作时不要去占小便宜，比如用单位的打印机打印私人材料，无形当中都会给自己种下不好的种子。有人觉得这种小事无关紧要，但是生活中的大事都是由无数的小事发酵而成的。我们尽量让小恶在萌芽期就不复存在。4，克制情绪，少发脾气。有那么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而转化情绪最好办法就是离开当下的环境，平息自己以后再处理问题。每天都会有无数的烦心事，但是只要我们静下来心来，慢慢处理，这些烦心事也会烟消云散。我们一定要修平静的意识。5，低调行事，不炫耀自己。无论身处什么位置，什么环境，嘴上不逞强，不狂妄，才能兜住自己的福。我们见证了一些明星耗费很多的钱财办的豪华奢侈婚礼，当初有多炫耀，后面就跌得有多惨。夫妻恩爱不需要晒，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6，发愿，发大愿，愿力越利他，福报就越加倍向你回流。你的痛点和烦恼是什么？那就发愿别人免受此等痛苦和烦恼。比如你没钱，想要财运，那就发愿天底下所有人都能达成100W 的财富目标，衣食无忧。想要什么就大愿或者帮助先让别人得到什么，不想要什么就不要把什么给予别人，因为你不喜欢的，别人可能也不喜欢。7，供僧，供养三宝，比如有事没事可以给寺庙送点油、大米、面啥的，亲力亲为的去做。寺院生活很朴素简单，我们的不经意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毕竟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多一个人帮助，他们能更好的修行，为社会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8，去传播圣贤文化。圣贤文化救人会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圣贤文化是教给人福慧原理的，当自己明白了福慧原理后，在世间法上就可以过得非常好了。圣贤文化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9，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收拾屋子也是在给自己的内心清扫垃圾，屋子干净了，心干净了，好事就来了。财神爷喜欢干净的家，我们看着干净的家，心里也会特别舒畅，做什么都会顺利。10，不要抱怨，要学会感恩。其实所有的一切外境都是你内心的投射，当你知冷起来，
外境也会变好。遇到困难抱怨，会很快拉低一个人的能量，也可能把一个人击垮。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感恩这些困难。凡事发生，要么助我，要么渡我。11. 主动去爱心组织做义工，传播正能量，用爱唤醒爱。脏活累活要没有分别心的主动去做。做义工是主动付出，主动给出去，这是一种很高的能量。体验一次，心里会升起无限的爱与感恩。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当你认真读到这里，相信你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一份触动和觉醒。你已然明白，你的心就是宇宙赐予你的最强大、最珍贵的宝藏。所有的福报，所有的疗愈，所有的智慧，都将从这份安住的清明的心中生发。现在我邀请你在下面的评论区郑重且真诚地打出这8个字：我心安住，万象生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字，亲爱的，这更是一次对你内在神性的庄严宣告，一次对宇宙能量的清晰校准。当你敲下这8个字，你的潜意识便会接收到这强烈的暗示，开始清除那些旧有的疲惫的程序，为你注入全新的能量。这是一次与你的高我意识连接的确认信号，也是一份向宇宙发出我已准备好让生命绽放本有光芒的郑重命令。请相信，当你和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渴望内在平静与光明的朋友们共同发出这同一份纯正的意念时，我们会共同形成一个无比庞大且纯净的集体能量场。这个共振的能量场，它会超越物理空间，反过来祝福和加持在每一个参与者身上，为你带来更深层次的平静，更清晰的洞见，以及更广阔的生命机遇。勇敢敲下它，为自己，也为所有渴望安住的心灵点亮一盏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